时至今日呢，已经没有人能怀疑9700X就是这代Zen 5 CPU 中流砥柱的地位了。但是前几天呢，有一些朋友还想让我谈谈它。我们这次找来了老对手 14700K 进行一个对比。从上期 9500F 的内容呢，能看出来，网游方面呢 265K 连 14600K 都打不过。所以说英特尔这边呢，网游除了传奇耐电王之外呢，就是 14700K 了。DNF 的话呢 14700K 是根本没法碰瓷儿啊，尤其是 low 帧的表现差距是很大的。仔细观察真实程曲线呢，就能看出来147的波动锯齿是更大的。CS2 呢 14700K 也是被甩了一截，而且从 GPU 的理论 loss 数值来看呢 14700K 也浪费了更多的显卡资源，显卡偷懒程度呢明显更严重。无畏契约的情况呢就堪称是一场屠杀了。注意，我从现在开始呢测试的是 2K 分辨率，功耗呢是9700X 2倍的前提下 14700K 依旧损失了 50% 的 GPU 理论性能。界外狂潮的话呢 9700X 几乎测试全程理论 loss 呢都是 0%， 而 14700K 在爆炸以及穿烟的时候呢会有 20% 的 loss， 所以说呢它的帧数是更低的。绝地求生呢 2K 3极致两颗 U 呢差距倒是不大，不过9700X 呢依旧是具备一点微弱的优势，领先了 14700K。英雄联盟呢 9700X 表现是一如既往的强势， 14700K 与 9700X 的绝对性能差距呢是非常明显的。RTS 经典游戏《星际争霸2》呢 9700X 的单核性能是非常强悍的，这对于很多 D/9 的老游戏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DNF 啊 SC2 啊都是这样。帝国时代4呢 14700K 是终于找回了一点颜面，虽然说它的平均帧呢略微落后于 9700X， 但是它的 low 帧呢是明显领先 9700X 的。帝国时代的话呢，目前英特尔还是有一些优势的。家园3呢这款 RTS 游戏对英特尔来说呢就可太不友好了。9700X 呢可以说是真正的遥遥领先， low 帧的差距是异常的大。暗黑破坏神4呢 14700K 也不是 9700X 的对手， 9700X 的 low 帧表现呢也很强，几乎是追上了对手的平均帧了。战争雷霆呢两颗 U 的差距不大， 9700X 呢在平均帧方面略微有一些优势。还有呢就是因为功耗更低，所以说在温度以及噪音上也具备一些优势。最终幻想14呢依旧是英特尔的优势项目， 9700X 呢略逊于 14700K。不过看趋势呢 FF14 AMD 是彻底追上英特尔，应该是指日可待了。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些模拟游戏。文明6的 AI 回合性能呢 9700X 也比 14700K 更强一点，这样的话呢在玩游戏的时候电脑回合的时间呢就可以更快的完成了。欧陆风云4呢是 P 社的经典单核游戏了， 9700X 呢凭借着更强的单核性能，模拟速度呢是明显领先于 14700K 的。城市天际线2呢 P 社重点做了多线程优化，所以核心数量更多的 14700K 优势非常明显。不过此时呢它的功耗接近于3倍于 9700X 了，而且频繁的在撞击英特尔 default setting 的253瓦功耗墙。至于单机游戏方面呢 2K 分辨率，即便是开启 DLSS 的均衡模式，也不会有网游那么大的差距了。地平线5呢两颗优势性能差不多的， 14700K 的 low 帧呢略微高一些。僵尸世界大战呢 9700X 的平均帧更有优势， 14700K 呢则是在 low 帧方面表现更好。绝地潜兵2呢这里有点微妙，因为这个游戏啊它 2K 基本上是显卡都吃满了，但是 14700K 呢还是会比 9700X 帧数低一些，可能这跟游戏的优化水平确实不咋地有关吧。那最后的生还者呢这个应该是常态了， 2K 下呢显卡根本不够使，因此呢性能是完全一样的。那从我们测试的游戏来看呢 9700X 是要领先 14700K 4.8% 左右的，这个领先比例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。之前有人做过40款游戏的测试，数字呢跟这个差不多，因此呢实际的综合游戏差距呢应该就是这样。不过现代处理器呢除了游戏性能强大之外，在功耗方面也要非常优秀才行，那这方面呢 14700K 可就拉了库里了。玩游戏呢平均要吃142瓦，老黄的5060也不过如此吧。那作为对比的话呢 9700X 平均在86瓦左右，明显呢更合理一些。这样的话呢结合游戏性能与功耗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能耗比的表现。 14700K 实在是惨不忍睹了。英特尔7工艺听着是很威风，那实际上呢还是10纳米，跟台积电的4纳米真的是没法比了。最后温度方面呢 14700K 也是要更热，所以我真的不推荐大家现在买14代。那主板呢已经是穷途末路，功耗这么高，就算是捡便宜，那我也是买二手的 9700X 呀。那实际上首发的时候呢，我对 9700X 的评价是全网最高的，因为 AMD 啊它这次非常精确的给到了一个默认的优秀体验。那88瓦的功耗墙呢在我看来是非常完美的，它完美的平衡了性能发热与功耗，那这是一个现代 CPU 呢应该做到的。而且呢 AMD 很多主板呢也几乎提供了一个无脑提升的选项，也就是所谓的 PBO 温度墙模式。
那这个选项呢，可以让玩家根据自己能接受的温度上限进行一个快捷设定。那开启之后呢，会自动帮你锁温度墙，并且给你一个非常安全的降压处理。那实际体验呢是非常优秀的，基本上相当于无脑的一键提升性能，降低功耗了。那小白朋友呢，可以多多留意这个模式。那本期内容呢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本频道的内容呢，欢迎关注侦探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